说好了，这事儿你不要插手。横竖你那几个兄弟朕会从轻发落，怎么就不肯听劝？嗯？即便要求情，私下里说便是，何必要在朝堂之上当着群臣的面开口啊？啊？你说这个恩典朕给还是不给啊？给了你开了这个口子，谁都来求情，这案子还怎么查？嗯？要是不给你，外面人会说咱们离心离德，以后步步艰难。就是。这平时挺明白一人啊，怎么现在犯起糊涂了？我磕头谢罪。请陛下恕罪，臣为了替生母白氏洗刷耻辱，在宗谱上立传褒扬，请封诰命，不得不保全顾家的子弟。请陛下看在臣的份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赏臣一个恩典吧。要不然，臣这官儿做的也没啥意思。朕知道你身世坎坷，你要什么恩典没有给过你啊？朕气的是你自作主张。陛下，臣之所以在朝堂上当着诸位大臣向陛下求情，就是怕陛下以后落人口实啊。万一陛下私下里对顾家从轻发落，怕别人说陛下偏袒臣，这下可好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看着臣对陛下步步紧逼，那陛下碍着面子，才不得不答应。哼，怎么说都是你的理。让外人看着咱们君臣失和，那就是好事情了。哎，陛下，只要您知道，臣与您同心同德，那便是了。别人的想法，不打紧。行了行了，退下吧。那顾家的事儿，朕已经当众点头了，岂有反悔之理啊？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不然就罢你的官，让你去宇宙种地。谢陛下。陛下息怒。陛下，何时来的？臣妾一早就来了，一直在殿上候着呢。陛下，尝尝臣妾亲手做的果子。朕没胃口，你自己吃吧。陛下，臣妾忙活了半天呢，你放着吧，朕吃不下。陛下刚刚从太后手里夺回玉玺，顾将军是献策有功，可现在就如此嚣张跋扈，这将来可如何得了？什么同声同气啊？我看他是跟桓王才是同声同气吧。住口！滚出去！陛下息怒。滚！滚！是。陛下息怒！陛下息怒啊！三哥，大王，哎，快上车！谢谢，愿顾大哥与咱们带个福姐啊！谢谢您吉言了。评委，母亲，我儿受罪了，挨打了吗？听说大哥哥没了。郎中不是说他身子日渐好些了吗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进去，把大哥哥气病了？你还管得了他？你挨打了吗？你挨饿没？托二哥哥的福，我倒是还好。
炳哥哥被生打了一顿，他们也都出来了。五房和你们出来了，这四房的冯炳啊，被判了流放，自有四房的去跟老二闹，咱们不用操心。这还闹什么呀？二哥如今权势滔天，这谋逆案多少人都折进去，我能囫囵个出来，就算是祖宗有德。你这个没出息的，这明明就是齐家的小公爷，要跟顾廷烨做法，你是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哎呀，不是说是为了我手中过了给逆王采买的几个女使吗？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情，顶多责罚一下，至于闹到刑部去？回家。收了收了，走。你现在是恩社开市了，大哥哥也没了，我得想法出去活动活动，给你找个差事。你在家呀，就好好的读书。这节骨眼儿了，别再跑出去三瓦两手的起哄打闹了，听见没？大哥哥没了，二哥哥心里想必他还得装回伤心呢。我们都装过，二哥哥是从来不会装的。节哀，多谢小公子。告辞。他家侯爷心机深沉，实在是个人才。只可惜命薄。若是他当家坐镇，那顾家今天天气可真好。停车！怎么了？我想下去走走，一路走回去。那我陪着官人。前些时候，顾廷烨在朝堂之上，当面锣，对面鼓的，替顾家求情。官家不想赦免顾家那几个人，本来就是为了杀鸡给猴看。可顾廷烨弄出这么一出来，官家也不得不给他一个情面，免得丢了前底救人的心。可人情这么一出，就失了先机。太后抓官家的把柄，就多了一个。但官家最后还是准了奏折，忍了这口气啊。所以今日这道符纸说的皮里杨秋，听着不对劲呢。难怪顾二夫妇两个都没有出现在灵前，只怕是在内厅又气又怕吧。这是朝堂上的政，不关女眷什么事。官家虽然恼火，可恼火的也是顾廷烨他一个人。是朝堂上的事儿，女眷插什么嘴？今天天色真好，
我们喝盏茶再回去吧。官人还是忘不了那个盛大娘子。折腾折腾这盛大娘子的官人，出气也是好的。姑娘，姑娘，你这辈子虽然是锦衣玉食堆着养出来的，却实在命苦。好在生得哥这样有本事又孝敬的孩子，为你弄得了诰命。再也没人敢小瞧你，小瞧东家，小瞧咱们白家。官家斥责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。若不是我今日听着符旨不对，你还不肯跟我说。我母亲和外公此生最大的愿望，就是脱了商籍。如今得了册封，我心愿已了，得罪官家就得罪了。怎么了？横竖，我都救过他们父子的命。当初我可是活着命去救他们的。官家那与我是过命的交情，还不足以让我母亲得个诰命吗？臣子居功自傲，自古以来可没什么好结果。你就放心的跟着我走，包你出不了事儿。你这脾气，就是天王老子也不怕。你说我二哥哥那么谨慎的人，怎么和你交上朋友的？天王老子管不了，你管得了。你说你这一走，宁可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这天儿可不早了，再不出发，这赶不上晚上出土了。大人，父亲，顾廷烨这混蛋，他就故意的，把顾家都给摁射了，为什么就怕我们流放？不就是我们四房路子差些，没有五房同他们侯府混的关系好吗？为什么非判我弟弟？他们五房一样同逆王交际过，他家何止送过美妾妖童？住口！官人呐，官人，顾廷烨那个孽障，他就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啊！你说咱们儿子这身体这样，怎么能受得了这个苦？官人，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好不好？让他走，我不领他顾廷烨的人情。走，走！至和孙武，才称颇木，秉铜山之翠气，受皇室之奇书，功绩彪威，人品端方，自生荣极，毅力纯诚，功既高而不伐，禄愈厚而能谦，而自卓以将才，命之侯爵，特授金子光禄大夫，上柱国，西宁远郡侯爵，差遣如故。故期盛世，疏温居治，柔亮成仪，清芳贵玉，瑞问川流，佳慧成于自然，仁孝本于天赋，
可特授永嘉郡夫人，主者施行。侯爷、侯夫人，谢恩吧。感激涕零，承谢皇恩。恭喜侯爷、侯夫人。我得诰命了，我怎么能得诰命呢？你为什么不能得诰命？可我才多大呀？听说先秦大娘子也是过了世之后才追封了诰命，眼下的小秦大娘子也是历经了2代侯爷，近日方才得了诰命，连我祖母都没诰命呢。因为我父亲没有在野地里救过团练使，也没有在宫内搏杀过，他们自然得不了诰命。我母亲得诰命是因为生了我，你得诰命是因为嫁了我。明明是陛下的恩典，明明是我去宫里帮你求的，小傻瓜。侯爷夫人，那边来人了。叶哥，这你对四房家也太不厚道了啊！炳哥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四嫂嫂多有娇惯，根本连苦都吃不得的，可你非要让他们去流放。不是我要他们去流放，是官家让他们去流放。攀附逆王，光这一项重罪，流放那都已经算是轻的了。要不然，让你家迪哥去？这怎么说话呢？你这是？别生气了，武叔叔，兴许啊，二郎已经尽力了，叔叔莫再骂了。叶哥，那现在四房家少了个男丁，这往后的日子吧，肯定是少了些助力。叶哥，那你以后要多安抚和照顾啊。秦大娘子，我最看不懂的就是你。你这么能做戏，不去南曲班子，待在这侯府里头，真的是屈才呀！怎么说话呢？啊！当初你无法无天，你老爹打你的时候，全凭这个母亲护着你，你现在竟敢如此的羞辱她！不碍事，不碍事。你呀，他就是这么个臭脾气。吴叔，你为什么总帮着你的嫂子，我的继母说话？这是何道理啊？二哥哥，不知廉鲜耻，竟然连我也敢羞辱！二哥哥，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啊你？这是。二哥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真气死我！这是怎么？你也帮着他们到我家里头来骂我？我听大哥哥在厅堂上揭破家里对不起你的事情了，可是我母亲……看来二哥是不打算给我留颜面了。我们走。嫂子，嫂子，你别走啊！你别哭了，他就是这臭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那是故意在刻薄我，我真是做了什么孽呀？我千依百顺的养出这么个儿子来。
午饭我就不留叔叔婶婶们吃了。老爷，五叔，老爷你别生气啊。五叔，五婶儿，对不住了。老爷。 母亲也是，何必非跟着五叔过来受这场气呢？现在好了，二哥哥好生气，连我也不大搭理了。你说我这以后还怎么指望他替我谋个差去？你还指望他？他跟你是生死对头。虽说之前在家里也吵了几句嘴，他毕竟是打虎亲兄弟，况且二哥哥从小就疼我，一下也就有点生你的气。好在他也不是个小气的人，估计过2天气也就消了。 是我亲生的吗？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我们在来的路上，那顾廷烨就已经册封袭爵了，还是官家贴身你内官，何等的爽相！ 这爵位本该是你的，你就没想着把他再抢回来，还想着去给他顾廷烨当跟班。我跟你父亲何等要强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儿子？我倒是想袭爵，可我也要能袭才行啊。二哥哥现下是官家身前当红得令的人，如今已然袭爵，又不像是大哥整日缠绵病榻。他如今正是春秋鼎盛，健壮如牛，与二嫂子又恩爱的巧儿就得养个孩子，怎么也轮不着我了。 什么叫当红得令？官家在内堂斥责他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你都不知道？成天跟你那些猪朋狗友胡混什么呢？可是，二哥哥如今正是新贵当红，官家怎么会呢？什么叫新贵？什么叫当红？新贵就是往日不贵现在贵，往日不红现在红。 官家斥责他，并没有什么稀奇。稀奇的是，这个消息怎么这么快就会传出？这说明官家也并不在意。那即使不在意，还有什么当红不当红？你记住了，没有什么当红不当红，只有官家当用不当用。母亲，你就让二哥哥当家又怎么了？过去你们母慈子孝的，我又有哥哥照顾疼爱，这日子究竟有什么不好？你们非得这么折腾呢？ 行，反正想他死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，破绽也不用找，自己会找上门。停车！停车！哎，三哥，大娘子做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我撺掇我们娘们。三哥。 今日既然已经册封了爵位和诰命，我这位秦大娘子，哦，不对，现在已经是有诰命，应该管她叫太夫人。按理说，咱俩以后还得奉养她。这个秦大夫人最是阴险狡诈。 平日里装着一副温柔善良的样子，让满东京城的人都赞誉他。其实他肚子里全是羊。嗯，对。
官人说的这个事儿，我想过了。别叫我官人。啊？那叫什么？二叔。闭嘴！你与我又没有亲，为什么非得跟着袁若喊我叫二叔呢？你怎么就不能跟着你让哥哥喊呢？不然，你叫我二郎吧。太多不恭敬呀！还是叫官人吧。你这张小脸皮底下对我哪有半点恭敬啊？叫二郎。李继武这人我心里真有数，你不必担心。咱们将两府邸之间的围墙拆了，把花园的地盘一放，再做一番修葺。表面上是两家合成一家了，但实际上咱们住一头，他们母子两个，还有嫂嫂住另外一头，还是和往常一样的。你要是不放心，那我就让泥瓦再加一道隔门，可真不成这远了。叫二郎。你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蹦，试试。二郎，叫得好。回来了吗？没有啊。嗯？说，就这。大娘子甜心，买支高香吧。高香好，神仙保佑，心想事成。去。大娘子不要高香，这可是扬州来的好香。你贵姓？拜。我想请大娘子去见个人，人若对了，大娘子再买小人手上的香火不迟。见人倒是可以，可却不想人见我。果然，只有走街串园的，才找得到这个妇人。我们一直派人盯着顾主业，这妇人一到我们的地界，就被请进院里住了。你们可真是有心呀！他仗着自己是侯家嫡子，强夺我白家家产，不在弄死他这件事上用心，我在什么上用心？白家大郎，只管等着好消息吧。那小人就在此静候佳音。
爷，上早朝啊！正好我也去礼佛，咱们一路走。知道。哎，走，好嘞。伯母安好，安好。二郎啊！就算你不认我，也不能杀了我呀！二郎，你不认我，想杀我，我也认命了。可是你不能不认你儿子呀！这是怎么了？二郎，哟，二郎，这不是我们二郎家那个外室吗？二郎，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这个道理嘛，还是该懂的。度量要放得大一些。那弥勒佛的肚子为什么这么大？那就是容人容事的。婆母您说哪里的话？我们顾家这小庙可容不了这尊大佛。好孩子，你可别年纪轻轻的落下个善妒的名声。他呢，是个苦出身，也没什么根基，那还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？就让他进门吧。哦，对了，他不是还有个孩子在你那儿养着吗？哎，去，把姐儿叫来，见见亲娘。哎，这孩子也是怪可怜的。公爹在世的时候，坚决不让他入门，这满京城的人都知道。公爹才过世多久啊？婆母就把他话给忘了吗？他生了个儿子，那对顾家也是有功的。婆母说的有道理。周娘子，你把昌哥叫来，放我房里养着吧。做梦都没想到，顾良的大娘子会是姑娘你。当初在余家的时候，姑娘替余大姑娘斥骂我，莫不是包藏私心，想独占顾郎？哦，我没有周娘子那么聪明，婚姻大事我都是听家里的，家里让我嫁哪儿我就嫁哪儿，哪有这许多计较？还有这样的事儿啊？这是我家的家事，若无事，可以去庙里烧香，看看菩萨会不会保佑你心想事成。石头在，送客。是。您这边走。是，这是你的家事。叶哥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朝是以仁义治天下，你也是这朝中大员，还是别把事情啊做大了的好。顾郎，难道你就不要我们的孩子了吗？昌哥在哪儿？顾郎让我入了门，家谱之上挂了名儿，他自然就能见到二郎了。
如今之计，只有先虚以为也，假意答应，让他进门，只要昌哥一露脸，其他事就好办。我看这个众娘子心机深沉，可不怎么好对付。她现在提出来条件，只让你与她同房1晚，日后不知道还会提出什么条件来，难道次次都答应？你为什么？除了得失和谋划，你有没有什么别的要跟我说？有啊。现在提出来这些条件，你还好答应，那日后若遇到你答应不了的事情，这可怎么好？好答应？我与别的女子同房1晚，你觉得好答应？我知道你觉得他心如蛇蝎，自然是不愿意的。可是他死都不肯透露昌哥的下落。那你同房1晚，说不定还能问出个什么来。好答应？你还觉得好答应？那是你儿子，又不是我儿子，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？顾郎，他放你过来了。下车吧。坐吧。你走的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一路上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这些都是给人浆洗缝补留下的疤。我心想，都怪我当初一念之差，让顾郎嫌弃我了，就当是我的报应吧。你走的时候带走了不少，为何还要浆洗缝补？都说我那哥哥是个泼皮无赖，你不肯信。他把我那些钱搜刮去，又是嫖又是赌，无底洞似的，没几日就耗干净了。长哥又是个孩子，在家里养尊处优，吃喝不愁的。我为了供他，什么活都肯干，什么苦都肯吃。长哥还是个孩子，确实吃不得苦。过几日，把长哥接到府上来，那不就更好了？顾郎是定了令我办喜事的日子了。后日是个好日子，你若不嫌仓促的话，咱们就定在后日。我不嫌弃，不嫌弃。
长贵还小，我想着找人把他接过来管理。他来做什么呀？等我的名字入了顾家的谱，他什么时候都能来。后日等你进了门，我便邀请我们顾家的族老，把你的名字写到家谱之上。就是我不知道，2日的时间够不够，去把长歌接过来？他来不了，再多几日也来不了。我要是不见到我的名字入了顾家的谱，我就不说。顾郎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我安置了吧。你以前对我百依百顺，现在我问一句话，你都要堵我，我还纳你做妾做什么？顾郎，你别生气，我只求入门做个妾室。入了门，我自然对你千依百顺的。你现在没入门就这么对我，等你入了门，你还不爬到我头上去？罢了罢了，我去告诉他们，后日没有什么喜庆的日子，把那些黄历和彩绸都收了吧。顾郎，顾郎。怎么？你现在想告诉我了？我说，你离我近一点。你这个王八羔子！来人，住嘴！长歌早死了，早死了！你胡说！坟头上的草已经3指高了，把他给我捆起来，带下去！早死了，早死了，还想要儿子？熏香无觅听候，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钻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